每提到古都西安，大雁塔都是旅游打卡的不二之选。可是你知道吗？离它不远还有另外一座古塔，在名称上和它只有一字之差。没错，那就是关中八景之一雁塔城中的出处建福寺小雁塔。可与威武雄壮的大雁塔相比，小雁塔明显婀娜了许多，犹如一位含蓄矗立的少女，静静地凝视着这个世界。即使在千年之后，经过岁月洗礼的它，依然历久弥坚，不断地向过往的游客诉说着它不凡的往事。小雁塔也称建福寺塔，所以它脚下的这座寺院才是故事开始的地方。建福寺最早位于唐长安城的开化坊内，开化坊在当时可是妥妥的富人区，如太傅盖文达、尚书右仆射令狐楚、户部尚书马总、京兆尹黎干等都曾在这里置业。而建福寺的寺址最早曾经是隋炀帝的晋王府，后来在唐高祖武德年间又是宰相萧瑀的宅邸。萧瑀何许人也呀？记不记着杜牧的一首诗：南朝480寺，多少楼台烟雨中。那位在南京建了几百座寺庙的人，就是他们家三大爷，也从侧面印证了当时佛教之兴盛，可见一斑。这块地后来又先后成为了香城公主和英王李显的宅邸。作为当时的国际大都市的长安城，这二手房的交易量绝对不容小觑。所以说，这块地皮能够作为隋唐2位皇帝的旧宅，说明这里应该是当时长安城内的上佳之地。不过这2位皇帝皆死于非命，也不禁让人唏嘘。一转眼，时间来到了公元682年。这一年的12月，出了一件大事：高宗李治归天了。掌柜的死了，老板娘武则天则免不了要兴风作浪，先是立英王李显为中宗，不久又将其废黜，并在唐高宗李治死后100日之时，皇室宗族为了向高宗祈福，不但打算为他建造一座寺庙，而且还把庙址选在了废皇李显的王宅之上，真是杀人诛心。这老板娘发起飙来，连自己的儿子都不放过，也应了那句最是无情帝王家啊。这座寺庙占用了当时开化坊内约1半的面积，规模宏大，而且所处位置险要，所以理所应当的成了当时长安城内一座著名的寺院。建寺之初，因为高宗祈福之用，所以史称大献福寺。到了公元690年的天寿元年，武则天又将寺名改为了建福寺，不但亲自用飞白字体书写了匾额，还让大画家吴道子给寺院画了壁画，还雕了石刻，真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一座寺庙啊！建福寺落成后，便调遣了200僧人在这里从事以祈福为主业的宗教活动。在此后的武周时期，由于武则天对佛教的大加推崇，寺庙的发展也进入了上升期。一转眼10几年过去了，时间来到了公元705年。这一年，老板娘武则天也已弃了群臣，中宗李显复辟，随后回到长安，看到已经成为建福寺的旧宅，同时又是自己梦开始的地方，再想到长达14年之久的幽禁生活，心中不禁感慨万千。根据北宋政和6年，也就是公元1116年5月27日李野撰写的《大建福寺重修塔记碑记》中的记载，景隆中工人率钱造立，这时中宗的宫女们准备捐钱建造一座佛塔，以宽慰中宗的烦闷之情，所以便在建福寺南面的安仁坊内另辟塔院，建造了一座砖塔，作为建福寺塔。当然，这个塔建工程一定是得到了高层支持的，不然以工人们的地位和能量，想在充斥着达官显贵的富人区拆迁出这么大一块地方，搞出这么大的动静，那简直就是天方夜谭。碑文中所述的建造于景隆中，是引用自典籍《两京新纪》。遗憾的是，这部著作早已失传，所以具体年份已无从证实。景隆年为公元707至710 4个年头，那么景隆中理应是708和709 2年，而到底是这2年中的哪一年，只能根据当年遗留下来的蛛丝马迹来推测了。从目前遗留下来的建福寺奉和应制诗共有7首，其中大多数描述重点都在作为潜龙旧宅和寺院本身，只有2首提到了佛塔，分别是正音的雁塔昌基远和宋之问的永塔庭中见。而这些应制诗一般被认为写于景隆2年12月6日中宗巡幸建福寺之时，
因此推测小雁塔的奠基不会早于景隆2年，落成不会晚于景隆3年，也就是公元708至709年，距今已有1300多年。小雁塔是一座密檐式砖塔，建成之初的样子跟今天看到的是有比较大的差别。起初是15层高，而且还有称为缠腰的附属建筑。所谓缠腰，就是围绕塔身第一层外壁以塔台为地基所建造的一圈类似于回廊的建筑。如果北宋张礼的《游城南记·建福寺塔条序》中的这段记述真有乙亥岁，塔之缠腰尚存，辛卯迁徙，废荡殆尽，为砖塔存也，属实，那么就说明直到公元1215年，小雁塔的缠腰尚存，但最终毁于1231年的蒙金大战。另外，据前面提到的北宋李野的《大建福寺重修塔记》中记载，数百年来未有修重之者，可知小雁塔自景隆年间建成之后的400余年间未获修缮。而凭伶牙舍利悉住其中一句，又可得知宋代的小雁塔很可能依然供奉有佛牙舍利，而在此之后，关于建福寺佛牙的记载便在历史文件中再也没有出现过，从此下落不明。1963年冬季，在小雁塔塔心室的下方也确实找到了塔的地宫，地宫位于地面之上的塔基座中，坐北朝南，青砖砌筑而成，由数穴、入口、甬道和宫室3部分组成，而且形制基本完好。但遗憾的是，并没有发现有价值的供奉物品，作为无价之宝的佛牙舍利更是不见踪影。据当时堆积其中的残存来看，这个地宫至少在民国年间就已经被发现。那么其中的宝物是早已被盗，还是在民国期间被人内外勾结偷走？那么这些宝物现在又身在何方？是摆在某个收藏家的密室里，还是早已湮灭在了历史的长河中？不得不让人遐想万千啊！但是目前发现的这个地宫是位于地面之上的明宫，那么地面之下会不会还存在一个暗宫呢？而明宫仅仅是用来掩人耳目的呢？也不是没有可能哦。我们今天看到的建福寺和小雁塔处于一条南北走向的中轴线上，佛塔本身作为寺院的主体，这种形制在唐代以前一直是寺院建造的主流布局。但是后来供奉佛像的佛殿逐渐成为寺院的主体，因此在唐代初期出现了在寺旁建塔另成塔院的做法。大家可能会说了，为什么今天的建福寺和小雁塔的相对位置和它刚建成时不符呢？那是因为此时的建福寺早已不是彼时的建福寺了。最初建福寺是建于开化坊的南半部，小雁塔位于安仁坊的北部，所以当时寺院是和塔院隔街相望的。从北宋张礼的《游城南记》中可以看到记载，由务本西门入圣容院，观建福寺塔，和注云：圣容院盖唐建福寺之院也，今为2寺，寺之浮屠今正谓之建福寺。从这些叙述中，基本可以得出结论的是，唐代末年位于开化坊的原建福寺毁于兵火，后来僧众们按其形制，在位于安仁坊的塔院中重建了建福寺，寺与塔足合为一处，成为今天建福寺的基础。而唐时的建福寺原址成为了叫做圣容院的寺庙。再者，根据北宋李野的《大建福寺重修塔记》中记载，以白垩视之，素光耀日，银色贯空。这据可知，在北宋政和6年的那次修葺，曾将小雁塔的外墙用白垩涂成了白色。然而经过数百年的风雨侵蚀，现在塔身已经丝毫看不到白垩的痕迹了。另外，在塔底层的门楣上，明代文人王鹤于嘉靖30年8月29，也就是公元1551年9月28日的题字中明确记载道：我明成化末长安地震，塔自顶至足，中列尺许，明彻若窗有，行人往往见之。正德末地再震，塔亦悉如故，若有神笔合之者。这段题字明确表明了小雁塔在明成化末，即公元1487年和正德末，也就是公元1521年，分别经历了2次地震。前一次地震使塔中裂尺许，后一次地震又使塔亦悉如故，使裂缝又弥合起来。这是有关第一次开合的记载。另据康熙咸宁县志卷7《游城南》和清代王士祯的《龙蜀余文》，还有钱勇的《吕元从化塔列篇》中的记载，发生在王鹤题字5年之后著名的关中大地震
使塔身再次开裂。7年之后的嘉靖42年再次复活。3本典籍对于塔的第2次开裂记述一致，但是对于第3次则有很大的出入。钱俑的《吕元从话》中说，康熙辛未，塔又裂，辛丑复合。而王世贞的《龙属余文》则说，颠逆之变，王辅臣叛据平凉，塔忽中裂，乱平，塔复如故。对于这第3次分合，您怎么看呢？说一下我个人的看法吧。第2种说法太过玄幻，可信度那是相当的低。而对于第1种说法中提到的年份，康熙辛未，相当于康熙30年。然而在仅1年之后的康熙31年立的重修建福寺碑记中，没有一个字提到塔身开裂的事情，而且在我所知的地方志中也未见有记载。我想应该很能说明问题了吧。所以对于小雁塔的第3次裂合，基本没有什么可信度。虽然3开3合的说法有待商榷，但是小雁塔能够经历大小70多次地震，屹立1300多年不倒，其拥有优秀的抗震能力确实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有一些说法将这种能力归咎于什么半球形的不倒翁塔基，或者是古人有意识地采取了某些抗震措施，确实又有点牵强附会了。那么让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是怎么说的。现有的这个地勘资料看，它就没形成半球，这是一点。第2点呢，就算形成半球，小雁塔和这个半球之间也很难结合为一个整体。小雁塔在地震惯性力作用下晃动的时候，它不可能带动半球，就是有半球的话，也不可能带动半球移动。如果用科学的角度来解释，那么第一，得益于唐砖极佳的质量，它采用了深层粘土烧制而成，密度很高，提起敲击甚至会发出金属般的清脆响声。而且当时皇家对重要建筑的建材质量要求极其严格，这些砖上的手印就是证明。它就相当于今天的质量管理体系中的追溯标识，责任到人。第2是小雁塔自身本就是筒状结构，本身就具有较好的抗震性能。第3，塔基的夯土层范围极大，小雁塔的塔身边长只有11米，而夯土范围则达到了70米，所以1000多年以上的古塔鲜有像小雁塔垂直度这么好的。唯一的遗憾就是小雁塔的塔刹，也就是塔顶，是在第1次开裂复合的那2场地震中坠毁，还是在关中大地震中陨落，却也是不得而知了。另外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小细节，在建福寺出土的碑刻之一，明正统14年僧韶思集刻礼部致富及4塔全图碑中所刻的小雁塔造型是这个样子，可见它的塔身弧度是非常夸张的。而在康熙31年所立的重修建福寺碑记中，可以看到这时的小雁塔已经跟今天的造型相差无几。上世纪60年代对此塔整修时，就已查明砖砌大多用黄泥粘接，这的确是唐代的常规做法，但是为底层加厚的砖壁部分用石灰粘接，这显然是后世修缮所为。也就是说，原先唐代时的小雁塔的底层应该是比今天要纤细的。那么到底纤细到什么程度？是不是真的像碑刻中那么夸张？还是不得而知。但是这层砖是什么时候包上去的，确实可以从一些蛛丝马迹中判断出来。因为根据明正统14年僧韶思集刻礼部致富及4塔全图碑中的记载，殿堂废弛，宝塔建存，臣私事古迹，于宣德7年发心，舍己衣钵及化园，修盖前后殿宇，周围廊庑，俱各完备。仅提到殿堂废弛，修葺的也只有前后殿宇、周围廊庑，并未说修塔。而碑刻中的图案却显示塔的底层是加厚过的，可见对塔底层的加厚大概率不是在宣德7年，即公元1432年的这次修葺中所为。而在参照康熙31年的重修建福寺碑记中的立颂尔元尔明，虽有山谷淤叟、番僧韶思集及晋阳刘公修葺，代有其人，历年久远，仅存差。这句记载可以知道，也许是宣德7年之后，明代晋阳刘公的那次修缮时，将原本纤细的塔身底层彻底包砌加固了。经过这历史上的数次修葺，现在所看到的建福寺早已是明清风格的寺庙了。现在从小雁塔的房谷北门进来后，一直向南行走，会首先经过白衣阁，
接下来就是小雁塔，沿着中轴线继续向南走，会经过藏经阁、大雄宝殿，然后来到一个空旷的小广场，东西各有一个清代小亭，还有4尊碑刻和2颗千年古槐。如果继续向前走，则来到了明代所建的慈氏阁，上面不但悬挂有明英宗亲手所书的牌匾“敕赐建福寺”，还曾经是黄埔校友胡宗南的办公室。东西两边还有清代建筑钟楼和鼓楼各一座。遗憾的是，存放在钟楼里的金代大铁钟在镇松军围攻西安城的时候被炸裂了。除此之外，这里也遗存有3颗千年古槐。最南端则是清代修建的南山门，北刻最胜法门，南刻敕赐建福寺。在我印象中，这个门从来就没有开过，而且小雁塔也很久没有开放灯塔了。我最后一次登上小雁塔是在2016年的10月1日，那时候西安还不是网红旅游城市，所以即使在国庆假期，小雁塔景区也依然清静。从我当年拍摄的这张照片中，可以明显的看到小雁塔的修复痕迹。说了这么半天的佛寺和佛塔，那么就自然绕不开和佛教的故事。唐中宗至唐玄宗时期，建福寺的佛教活动达到了高峰。律宗、华严宗、密宗、禅宗等各家大师纷纷在此弘扬佛法，其中以义净最为著名。他是与玄奘法师齐名的译经家。义净于贞观8年，也就是公元634年，出生于河北范阳。高宗时期西去求法，在外游历25年，足迹遍布30多个国家。于公元695年，携带400部梵本经典返回洛阳。中宗神龙2年，即公元706年，来到长安，在建福寺的翻经院译经著书。这时的国立翻经院早已是分工精细的流水线作业了，对于整个的翻译流程设有正译、正范、润文、总勘、监护等工序。而担任这些职务的有吐婆罗的沙门达摩默摩、中印度的沙门拔努、济宾的沙门达摩南陀和朝廷大臣李娇、韦思利、赵延昭、卢藏用等人。不但有本国大拿，还有外籍员工。此外，被请来建福寺的著名高僧还有律宗大师道岸。这么说可能大家不知道是谁，要是我说他就是鉴真和尚的师傅，对，就是东渡日本的那个鉴真，我想大家应该有概念了吧。此外还有于田国高僧什刹难陀、华严宗创始人法藏、密宗创始人之一金刚智、禅宗大师道光等等，外加佛牙舍利的加持，让当时建福寺影响力太大，太过耀眼，以至于在武宗灭佛时也不得不放他一马。另外，在唐宋时期，建福寺不单单是一个宗教场所，世俗活动也很活跃。当时不少的文人名士经常来寺院游览，不时小住，比如耿维曾在此居住，并与朋友袁伟相聚，作诗《建福寺送袁伟》。司空曙在此居住时，巧遇卢纶同宿，他写诗感慨道：“浮生共多故，俱诉喜君同。”而在徐寅的诗中，我们又可以读到：“忆昔长安落地春，佛宫南院独犹频。灯前不动为今相，壁上曾题近古人。”说明那时的骚客们早已有了在墙上涂鸦的习惯，不可谓不骚情啊。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希望能够帮助到想了解西安或者计划到西安来旅游的伙伴们。如果还想了解西安另外的哪些景点或者历史遗迹，请把它们打在弹幕或评论里哦。另外也别忘了一键3连，这将对我有很大的帮助。我们下期再见。青蛙琉璃闪耀光芒，长街漫漫行人寥落，繁华盛世在梦乡。梦回长安正烟雨，朦胧美妆娘娘。千年往事如烟，岁月留下的痕迹长。碧水流淌真挚心，古树参天扶老。
水古道流垂垂，回荡唐诗绕心头。梦回长安城，楼阁一天沧桑起。繁星点点如血，寻找往昔的温暖。铜镜映出红粉叶，重把佳人舞红袖。唐风飘荡梦相接，醉醒长夜诉千秋。梦回长安城，宫殿为了送苍穹。花帐流光